全家被流放极寒渊州，苏府上下哭声震天，只有我低着头，尽力压住翘起来的嘴角。极寒渊州，我上辈子就是在那片大雪原里长大的。苏家罪女苏清寒，你可听清了？民女听清了。清寒别怕，哥在。到了那边，哥冻死也不会让你冻着。哥，你哪来的迷之自信啊？到了渊州，你才是那个要被我护着的人。好吧，那边的雪原我比任何人都熟，冰下的肥鱼捞不尽，满山的细毛羊满地跑，松子榛果能当饭吃。哥，你该担心的是，你自己能不能扛住那边的暴风雪？渊州滴水成冰，雪狼吃人啊！去了，怕是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。可惜苏家大小姐生得那般好看，怕是要冻成冰雕，可惜可惜啊！可惜个屁！你们知道李红秀在帝都能卖多少钱？你们见过雪白柔软的羊绒衫是什么样子吗？你们尝过刚出水的冰下胖头鱼炖在火炕上什么滋味吗？苏明玉，你费尽心机陷害我们一家，以为流放渊州就能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，可你不知道，这条死路上全是金子。多谢，真的发自肺腑的感谢你。苏家大小姐，你倒是走得欢爽。大人误会了，只是不想拖累家人脚程。都怪娘没用，让你们跟着受苦。娘，您听我说，渊州没那么可怕。你懂什么？千里冰封那是绝地呀！不，意味着底下藏着饿不瘦的鱼群，意味着漫山遍野烧不完的黑金炭。那地方比帝都好。真的，清寒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看过书，书上确实把渊州写成绝地，写成有去无回的坟场。可我上辈子在雪原活了20多年，我知道那片黑土地有多慷慨。书上写的是我活过的，是我自己的，带着冰雪气息和远处松针的味道，太熟悉了。上辈子每天清晨跟着阿公去坡冰，收网时就是这个味道，归家的感觉真好。爹，您看，那边冰面上有白色的气泡。哪里气泡密集，凿开冰下面就是鱼窝子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连这个都懂？书上看的。清寒从头来过未必不好，爹从头来过一定好。到了，自生自灭吧。这就是我们以后住的地方，流放地。太棒了，终于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。我去找找有没有能挡风的木板。木板都烂透了，根本挡不住风。今晚怕是要冻死在这儿了。老天爷啊，这是要绝门苏家的路啊！姐，你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渊州的冰登了3尺厚，连刀都劈不开，你怎么可能砸得开？
清寒，别折腾了，留点体力吧。这块冰底下是个大鱼窝，不砸开，今晚咱们吃什么？吃鱼？姐，你都饿出幻觉了。这大冷天的，鱼早就冻死在水底了。冻死渊州的胖头鱼，在冰底下憋了一冬天的膘，肥得流油。只要凿开个口子，它们自己就会往上蹦。哥，把你腰带上的铜扣拆下来给我。要铜扣干什么？我去做个冰锥。我这去拿锁。铁锅炖大鱼只是第一步。这怎么可能？刚才石头都砸不开。受力面积过小，压强越大。姐，你在念什么咒语？我看过书。鱼真不错，也不少，今天可以饱餐一顿了。一起过。哈哈哈哈！帝都来的少爷小姐吧，别费劲了，渊州的鱼精着呢。你们就算凿开冰，没有网也捞不着一根鱼骨头。啊？怎么可能？鱼太多，你们吃不完，借给你铁锅一用，分我一条，换不换？神仙姑娘，我这就去拿锅。太好吃了！我长这么大从没吃过这么鲜的鱼，姐你太厉害了！鱼是吃饱了，可这屋子根本存不住热气，这火堆一灭，咱们今晚还是得冻死在睡梦里。渊州的夜滴水成冰，咱们连床厚棉被都没有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谁说我们要靠棉被过冬？哥，立冬，去外面把雪扫开，挖点黄泥进来，再捡些拳头大的石头。姐，你又要干嘛？这大冷天的玩泥巴？这叫搭火炕。只要在这底下生把火，上面的石板一整晚都是热乎的。别看只有这几块破石头跟烂泥，睡起来可比厚棉被还要暖和得多。张姐，这该不会也是你从哪本怪书里翻出来的法子吧？这可不是书里的，是我自己琢磨出的花样。别啰嗦了，赶紧把火点上试试。有了这火炕，咱们总算能熬过这寒冬腊月了。哎呦，烫死我了！哎呀，这石把竟然烧得这般热，关键是屋里竟然不冒半点烟，真暖和啊！这睡着简直比帝都宅子里的地笼还要舒服100倍。清寒啊，为父半生为官，自认饱读诗书，却比不上你这般心灵手巧。你这丫头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能耐？爹，这点能耐算什么？明日一早咱们上集市去。姐，上集市去做什么？咱们兜里脸还干净，什么也买不起啊。谁说咱们是去花钱的？咱们是去把鱼卖了，顺道再去捡些旁人不当回事的真金白银，填饱肚子不过是个开头罢了。这渊州遍地都是没人认得的无价之宝。必须赶在大雪彻底封山之前，把那些宝贝通通塞进咱家的地窖。活蹦乱跳的鱼，这么冷的天儿，连面冻得梆梆硬，都能走马车了。从哪儿弄来的活鱼？莫不是龙王爷显灵赐下的吧？刚发配来的犯人吧？这几条破鱼，老子发善意，1文钱1条全收了。拿这钱去换个硬窝头啃啃吧。你胡扯！这分明是刚打上来的活鱼，
要是在帝都，一条起码能卖1两银子。呸！还帝都呢？这可是渊州，大爷我说值1文，那就只值1文。今儿个要是不卖，你们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集市。你要做甚？哎呦喂，疼死老子了，骨头要断了，水太凉了。我这鱼性子烈，嫌你的臭钱太脏，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，一条鱼2两银子，概不还价。2两一条，行，我全包了。知县大人今晚摆宴，正缺几样新鲜水产。丫头，这10两雪花银你拿好。清寒，咱们一转眼就挣了10两银子啊！哎呦，这什么怪味儿，简直比茅坑还熏人！这渊州百姓怎么把羊毛当柴烧？嗨，这破玩意儿膻臭熏天，搁在屋里招虫子，做成衣裳能把人活活熏死，不拿来生火还能有什么用处？真是糟蹋了好东西。这分明是顶级的雪域细毛羊，未经去脂的生毛自然膻臭，可只要过了我的手，它就是挡风御寒的软黄金。快别烧了，这些废料我通通包圆了。丫头，你莫不是疯了吧？这臭玩意儿倒贴钱都没人稀罕。我出钱雇你的牛车，一根不落的全给我运到城外那间破茅屋去。清寒啊，咱们好不容易到手的10两银子，你去换些米面粮油不好吗？买这一大车臭烘烘的废物做甚？哥，这你就不明白了，这堆臭东西转眼间就能变成咱们在渊州安身立命的聚宝瓶。张姐，你到底在熬什么毒水啊？这味道能把山里的野狼都给熏翻过去。草木灰配上碱土，这可是去油除膻的绝密方子。等我洗白净了，你便知晓什么是世间罕有的极品羊绒。王爷，这味道十分诡异，莫不是有人在熬制什么烈性毒药？前方正是那批新流放罪人落脚的破屋。流放的罪人，过去瞧瞧。你在熬制什么毒物？把头抬起来回话。大买卖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君爷饶命啊！我妹妹只是在洗煮羊毛，绝对没有炼制毒药啊！洗羊毛？渊州的羊毛膻臭不堪，又生虫虱，除了当柴火还能做甚？你熬制这等刺鼻的酱药，分明是敌国探子在配制禁药。老实交代，是谁指使你的？镇渊王殿下，定人死罪之前，难道不该先查验查验物证？你居然识得本王！整个渊源州，敢披这身玄铁重甲且一身血雨相风之气的，除了镇渊王沐尘，还能找出第二个来吗？此物名为脱脂羊绒，御寒之效是你们镇渊军身上那破旧棉衣的10倍有余，分量却连1/10都不到。这当真是羊毛，怎会这般柔软顺滑且无半分膻味？此物你手里能出多少？本王统统包了。其一，我只要现银1两银子换1斤；其二，我要镇渊军颁发的特准通商路。大胆狂徒！1两银子1斤，你怎不去明抢？况且军路银乃是绝密，怎可赐予你区区一个流放罪女？你倒真是狮子大开口，本王凭什么是信你的胡言乱语？就凭此物，王爷大可穿在身上试一宿。若今晚巡防营地依旧觉得寒冷，明日大可来取我首级；若觉得暖和，明儿带着银票和路眼来门前排队，慢走不送。张姐，你竟敢对镇渊王王下逐客令，难道真不怕他一怒之下砍了你？把心放肚子里，大鱼已经上钩了。
金老爷，就是这个贱蹄子，不仅废了我的胳膊，还在暗地里倒腾些妖邪物件。这渊州的山臭羊毛，竟然洗得比江南的上等丝棉还要柔软，果然是不可多得的好宝贝。苏家大小姐是吧？我拿10两银子买断你这院里所有的羊毛，另外把你的去脂方子一并交出来。拿着银子，带着你全家老小滚出渊州的地界。青寒啊，常言道，民不与富斗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咱们就把方子交出去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爹，我早与您说过，退一步绝非海阔天空，而是死无葬身之地。区区10两银，买我这院里的一撮羊绒都不够塞牙缝。听仔细了，羊绒1衫1件，售价1两银子。至于配方，绝不出售。敢少掏1个子，我宁可一把火把这里烧成白地，你也休想顺走半步。真是给脸不要脸！一个被贬流放的罪臣之女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在渊州，老子的话就是天理王法，给我狠狠的砸，把这破院子拆个稀巴烂，把这丫头洗羊毛的手给我7根剁了，我看她以后还拿什么嚣张！我的手啊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本王在此，我看何人敢动他分毫！王爷饶命啊！小人猪油蒙了心，没忍住王爷千金之举。都给我竖起耳朵听仔细了，他亲手洗出的羊绒，乃是镇渊军最顶级的军用物资。谁若敢碰他一根汗毛，本王必定满门抽斩！王爷开恩呐！苏清寒，没伤着哪里吧？殿下若再迟来片刻，我这院里的洗水缸怕是要让人砸了。刚才不是口出狂言要剁了人家的手吗？不愧是本王看中的女人。麻烦本王已经替你清理干净，现下该好好聊聊你我的生意。我昨夜巡营穿着那件背心，暖和得很。10日为限，本王需1万件羊绒背心，配备先锋大营。上万件衣物，整个渊州的生羊毛我都得吞下。我缺人手，缺场地，更缺本钱。这1万两是预付金，人手本王借你调遣，场地就拿镇渊军的旧营房随便你折腾。这点筹码不够，我要的是镇渊军独家的通商路引。手握此令，我在渊州境内做任何营生，各州府衙门一律不得插手，沿途关卡放行。你当清楚，这路引交出去，无异于将渊州一半的经济命脉双手奉送于你。二小姐，渊州800里加急送来的密信，是苏清寒的丫头在雪地里冻毙了吗？非但没死，苏清寒竟还捣鼓出什么脱脂的羊绒，攀上了镇渊王的高枝。眼下他已然成了渊州最大的军需头子了。你区区一介流放罪女，胃口这么大，吞得下吗？殿下尽管放宽心，我不光能吞下，往后还能让镇渊军的粮草辎重，再也不必仰望帝都兵部那群酸腐为官的脸色。好气魄！本王就陪你豪赌这一局。绝不可能！这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怎会懂这些手段？还妄想咸鱼翻身！立马给我备轿，我要即刻前往兵部侍郎府上。张姐，大事不妙！今儿一早，集市上所有卖草木灰的铺子全都被封了。清寒，我刚跑去城外香农的那里打听，衙门昨夜颁布了死令，严禁民间私下草买草木灰。苏姑娘，没了草木灰，这碱水根本熬不出来。咱们那1万件军备，怕是要彻底砸在手里了。不让买草木灰，苏明玉啊，苏明玉，你的眼界也就止步于此了。草木灰算个什么稀罕物，又脏提炼起来又费事。既然不让买，那咱们就不用了。不用草木灰，那拿什么洗羊毛去？清寒，火烧眉毛了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？这军需之物是交不上去，王爷怪罪下来，咱们一家老小都要掉脑袋呀！哥，草木灰算个什么稀罕物，又脏提炼起来又费事。既然不让买，那咱们就不用了。不用草木灰，那拿什么洗羊毛去？这渊州可不光有冰天雪地。这是要去哪儿？出城挖矿去。清寒，这荒郊野岭的，连根杂草都长不出来，上哪儿去弄洗毛的料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长姐，这莫非是盐巴？这可不是盐，这叫天然碱矿，比草木灰还要干净10倍的去污神物。快挖！
能装多少就装多少回去。大小姐，我们的检矿被拦住了。哎呦，苏家大小姐，听闻你的工坊没法开工了，兵部可是下了禁售令的，你交不出军备物资，这可是贻误战旗的大罪过啊！鲁知县，我这分明是公报私仇。本官不过是秉公办案。苏清寒，你若识相，就把去旨的秘方和法子交出来。哼，本王要的军需，何时轮到你一个小小知县来多管闲事了？下官叩见王爷。这苏家丫头交不出军务，谁告诉你我交不出了？连草木灰都没有，你拿什么去洗羊毛？难道用血水泡吗？谁规定非得用草木灰不可？渊州遍地都是这天然的碱矿，足够把所有的羊绒洗得干干净净。首批3000件衣物，今晚就能装车发走。这怎么可能？王爷，暴风雪提前降临了，城里那帮黑心商荒把木柴和木炭的价钱足足翻了10倍，咱们军中储备的过冬柴火，顶多也就只能撑过3天了。这群发国难财的畜生！传令，带兵去把城里的木铺子统统抄了！王爷万万不可啊！那帮商户背后都有帝都世家大族撑腰的。王爷好生大的肝火，既然买不起柴火，那索性就不买了呗。不买？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本王30万降在雪地里活活冻死？木柴太贵，咱们烧石头便是。烧石头？苏姑娘，您快别说笑了。后山那片乌漆抹黑的露天矿场，你们叫它什么来着？石炭啊！苏姑娘，那东西可是带着剧毒的。去年城西有几个乞丐在屋里烧石炭取暖，全被毒烟给……只要稍稍改变配方，这毒烟便可不攻自破。我与牧尘打个赌，如何？那是他们方法不对，想把催命符变作聚宝盆，只需往里头加点黄泥即可。王爷敢不敢再与我赌一把？王姐，这黑乎乎的一团，看着怪瘆人的，真的能烧火吗？没处理过的原煤烧不透，自然会冒毒烟。只要掺上3成的黄土，加水和成煤泥，火候就能稳稳控制住。此物唤作蜂窝煤，打孔是为了让风透进去，空气足了，燃烧自然就彻底，毒烟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无烟。王爷往后退，当心吸入毒烟啊！你们瞧瞧，真的一点烟都没有，而且热乎得很呢。真是绝了！这火头，一块黑泥巴居然比得上一大筐顶级的红罗炭。苏清寒，你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奇术？自然是既能助你打胜仗，又能替你省下真金白银的奇术。王爷，这蜂窝煤的独门买卖，咱们谈不谈？谈？你想要什么，本王统统答应。苏掌柜，给我来100块蜂窝煤，1文钱能买3块，这价钱简直是活菩萨转世啊！可不是嘛，火烧得旺还没毒烟，谁还去当冤大头买那些奸商的天价烂木头？苏大小姐，苏姑奶奶，求您大发慈悲，给咱们留条生路吧！我们手里的木柴全卖不出去了，您行行好，随便出点价，把我们的柴火收了吧！哟，前些日子你们把柴价翻了10倍，叫嚣着爱买不买，动身活该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给别人留条生路？想让我收你们的柴火也行，1文钱买1车，卖还是不卖？1文钱拉走1车，你这个明抢有什么分别？钱给的少，明天可就变1文钱收2车了，慢走不送。你把渊州商贾的活路堵得死死的，就不怕他们狗急跳墙找你拼老命？我怕什么？王爷您的玄铁令牌还在我手里捏着呢。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把手伸出来。要做什么？这是玄铁打造的破家短笔，削铁如泥，往后你务必随身带着。好利的刀，不过我只会打金算盘，哪里懂用刀啊？拿菜刀那是用来切的，匕首是用来刺的，手腕得用上力，大拇指按在这个位置。王爷，教功夫就教功夫，贴这么近做甚？
离得远了怎么教你使力气？听好，遇着危险千万别犹豫，照着心窝子直接捅进去。王爷，您在对我家小梅做些什么？本王正在传授她防身之术。教防身术还得十指相扣吗？还得这般耳鬓厮染吗？怎么，苏大公子对本王指点武艺的法子有异议？要不本王也来亲手教教你。别！草民千万不起！草民这就去捡梨子。下官参见镇渊王。王爷，今年都督要大修宫廷殿乐，国库入不敷出。太后娘娘想向渊州票号借调300万两白银，不知王爷意下如何？借银子，倒也无妨。不过现下我渊州的账房都在我家妹妹手里，她此刻正在后花园赏鱼，特使大人不妨亲自去问问她。只不过本王得提个醒，她借钱的利息可不低。太后懿旨，欲借白银300万两，还望苏姑娘行个方便。一开口就是300万两，太后倒真是不含糊，银子可以出，但咱们渊州票号的规矩，不见抵押绝不放款。就拿帝都附近3州的盐铁税收大权来做抵押吧，只要签了字画了押，300万两现银，明儿个一早就送抵帝都。那朝廷大半的赋税做抵押，太后若是听闻此言，非得气得吐血不可。吐血也得给我咽回去。若是舍不得，那就让帝都的皇城继续漏风漏雨吧。来人，送客。太后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前去讨伐的大军全军覆没了，镇元军连半根汗毛都没伤着啊！你说什么？整整5万大军，竟然连个缺衣少食的渊州都攻不下来！不仅如此，苏清寒已经下令封死了各路通商要道，就连咱们宫里御寒的红罗炭，也就勉强够烧3天了。你这个蠢物！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断了粮就能把他们饿死吗？现在眼看着是哀家要被活活冻成冰雕了，你倒是给哀家凭空变出炭火来呀！哀家在深宫斗了一辈子，到头来竟被一个商贾之女拿中了7寸。传哀家的懿旨，苏家昔日贪污军饷一案纯属子虚乌有，即刻官复原职，洗清苏家上下所有流放罪名。你那母亲的死活与哀家何干？哀家现在只要煤炭。苏明玉，你亲自带着这道平反的圣意滚去渊州，就算你在雪地里把头磕破，也必须把苏清寒的蜂窝煤给哀家弄回来。若是无功而返，你们母女俩就等着被凌迟处死吧。快点拉！太后在宫里都快冻僵了。今天这车煤要是拉不回帝都，咱家先扒了你的皮！公公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我的双腿已经麻木没有知觉了。走不动也得给我往前爬！苏清寒放了话，少走一步就断供1日。你这个扫把星把整个帝都害得好惨，还敢在这里叫苦？赶紧拉车！太后懿旨下，苏家贪污军饷一案实乃遭人诬陷，即刻洗雪冤屈，恢复苏父兵部侍郎之职。昔日苏家大房那120台嫁妆，连本带息，今日全数奉还。全都回来了。你母亲当年的10里红妆，一分不差的全回来了。
清寒，太后为了保住性命，不光退还了嫁妆，连尚书府的司库都给咱们搬空了，全当利息。这些都是我的，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陪嫁，你们这帮强盗，统统还给我！苏清寒，你休要猖狂，你不过是撞了大运，弄出了几块破煤炭罢了。比拼才情手段，你哪一点能及得上我？凭什么你能高高在上，我却要沦落成拉车的叫花子？才华，手段。苏明玉，事到如今，你都没看透自己究竟败在何处。你那脑子里装的，永远都是怎么算计深闺宅院里那点鸡毛蒜皮，怎么去摇尾乞怜讨好男人，怎么去抢夺旁人的物件。而我所谋划的，是天下万民生机命脉，是百万将士的粮草后勤，更是这渊州乃至于整个帝都的钱粮版图。你还在玩那些宅门内斗，而我早就已经在降维打击了。想跟我斗，你甚至连做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婆娘给我丢出去！清寒，那些嫁妆都点算清楚了，全都清点无误，分文不少。眼下我可是这渊州名副其实的富了。王爷以后若是手头减缺军费，大可来求求我。本王从不缺公费，本王缺的是能替我管账的王妃。王爷，您这话是？苏清寒，如今你的嫁妆已然齐备，明日本王便命人将聘礼抬进你苏家大门。哦，那王爷打算用什么奇珍小来下聘呢？就凭我苏清寒如今的身家，寻常的俗物我可是瞧不上眼的。本王心中有数，因此本王备下了一份这世间独一无二的聘礼，明日你自会自然知晓。一块生锈的破铁款，半个旧铜疙瘩，外加一张破纸。张姐，王爷莫不是在戏弄你吧？我的亲娘哎！小妹，你快住嘴！那张纸可是整个渊州3州的封地地契呀！那块铁可是能够免死免税的丹书铁卷，至于那半个铜疙瘩，那是能调令镇军30万大军的虎符啊！30万大军外加整个渊州作为聘礼，姐夫，这也太疯狂了吧！沐尘，你把身家性命和所有的底牌统统交到我手上，难道就不怕我卷走一切跑路，或者干脆谋了你的反？你若想要这大好江山，本王便亲自替你打下来；你若只想做你的买卖，本王就替你死死守住这渊州的万里商道。本王这条命都攥在你手里了，你还能往哪儿跑？恭贺王爷王妃大婚日！
沐尘，你瞧，短短半年前，这里还是饿殍坡遍野的极寒流放地，如今它已是这天下最富庶繁华的城池了。不过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我要在这渊州大地上建起全天下最辉煌的不夜之城。我要让西域的奇香、江南的锦缎、塞外的牛羊统统汇聚于此。我要让帝都那帮自以为是的权贵，世世代代都要仰望我们渊州。好极了！既然本王的王妃想要一座不夜城，那明日破晓，咱们便动土开工。咱们堂堂朝廷大员，居然要大老远跑到这苦寒之地来看人脸色，真是有辱斯文。苦寒之地，大人你快睁大眼睛瞅瞅外头吧！这当真是流放之地吗？这分明比帝都还要繁华10倍不止啊！苏大掌柜，下官奉了太后和陛下的口谕，特来拜见。特使人呢都在这儿排了3天的长队了，究竟有何贵干啊？今年帝都要大修宫殿，国库实在吃紧，太后想向渊州票号借调300万两白银。借银子倒也无妨，只不过我得提个醒，我长姐借钱的利息可是高得很呢。借300万两，太后这胃口还真是一点没变。回去转告太后，银子可以借，但渊州票户的规矩，不见抵押，概不放款。帝都周边3州的盐铁税收来做抵押，同意的话就放款。还是要拿朝廷大半的赋税做抵押。太后让我等此情，一定是舍得的。好，那就签字画押。沐尘，你瞧，我兑现了当初的诺言。是啊，你不仅建起了这座不夜之城，还赐予了本王一个举世无双的太平盛世。